战牧尘想了想后答道：七叔做饭比六叔做的好吃吗？比六叔做的好吃的话，就在家里吃。若是不如六叔做的，七叔带我们出去吃吧。妈妈说，每个地方都有当地的特色美食，我想尝一下这里的特色美食。战维笑道：七叔也是学过厨艺的，不过做菜方面还是比不过你六叔。你六叔那是打小就喜欢做菜的，跟很多大厨师学过厨艺。七叔哪里能比得过他，但七叔做的饭菜也很好吃。还是出去吃吧，带你们去下午那家酒店吃，那里的饭菜做得好吃，也带有阳城的特色。好啊，战牧尘很开心，拍了拍手掌。一旁的贝贝看到哥哥拍手掌，他也跟着拍手掌，很开心的样子。海童说道：在哪里吃都是一样的，不过自己做的话会累一点。老七平时估计也不做饭吃吧。海童进过他的厨房，看过厨房里的冰箱，食材很少，那些食材基本上都是做早餐的。想必老七是在家里吃早餐，然后午餐和晚餐是在外面吃，毕竟要应酬。老七，公司里有食堂吗？海童问了句。有呀，有2个食堂，一个员工食堂，一个管理食堂。我公司里食堂每天需要很多蔬菜瓜果。大嫂，你们公司的蔬菜瓜果有没有发往阳城的？有的话，我让公司食堂的采购去跟你们买果蔬。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他想过的，考虑到两地相距太远，大嫂的生意没有做到阳城这里的话，单独叫大嫂给他公司发那么点货，成本太大了。若是有大的批发商从大嫂那里进货，他还可以帮衬一下，发货的时候顺便发货给他公司，成本会稍微降一点。北粮南运，南菜北运，我菜场的菜大部分是运往北方，不过没有阳城的批发商去我那里订货的。两地相距太远了，仅是你们公司采购蔬菜瓜果的话，再大的量也大不到哪里去，没有必要从我那里进货，成本太大。你们公司是有伙食补贴还是完全包吃的？亦或是让大家自己掏钱？有补贴，公司补贴70%，员工自己出30%，管理层就是包吃的。管理属于人才了，人才的待遇当然要比普通员工好很多。那算了，用大嫂的话说，我公司里需要再多，量也就那么大，的确是没有必要千里迢迢进货过来。大嫂菜场里的蔬菜瓜果比这里买的都要好很多，价格略贵，再加上运输成本，伙食的成本也会上去。阳泰公司的伙食标准是按照阳城普遍快餐店的标准备的，若是提高了成本，员工支付的钱也会相对提升，怕员工们接受不了。你脸上的红肿消了。海童看着战维的脸，忽然说了句。战维摸了摸被蓝若若打过的脸，说道：那女人突然发疯，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她抽了一巴掌，她就是故意的。海童笑：你和蓝小姐斗了好几年，从我进入阳泰开始，慢慢的就跟她杠上了，应该有5年了吧。不得不说，那女人也是有能力的，很厉害，有她这样的对手，我的人生才不寂寞。战维对蓝若若的评价很高，如果我们不是同行，我是很欣赏她的。她在阳城商界身份地位都不低，又是蓝家的千金，是挺多老大佬眼中的儿媳妇人选。不过阳城的那些青年才俊喜欢与她合作，却不想和她谈恋爱，可能是觉得她能力强，光芒太大吧，与她在一起很容易就被她的光芒遮住了。要战维说呀，是阳城本土的青年才俊不如蓝若若有本事，觉得和蓝若若在一起会被蓝若若压制，自尊心受损。他们欣赏蓝若若是很纯粹的欣赏，真让他们娶蓝若若，他们是拒绝的。所以那女人也相亲过数次都没有成功，那是他们无法与蓝小姐匹配。她这么优秀的女孩子，会有优秀的男人来爱她的。大嫂，你很喜欢蓝若若，你们俩也就今天才见一次面，咋觉得你是站在她那一边的？战维吐槽了自家嫂子一句。
我才是你的家人呢，蓝若若是我的死对头。死对头？他拍了拍自己的脸，他还打了我。要不是看他是女人的份上，我早就还手了。不把他打得落花流水，我就不叫战伟。海童老实的承认，我是挺喜欢蓝小姐的，她应该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恶吧？她人品挺好的，的确不可恶，但她最恶劣的一面给了我，在我眼里就成了可恶的。你觉得她那么可恶，还死皮赖脸的要她请你吃饭？大嫂怎么知道的？她都背着大嫂打电话给蓝若若的。那个死女人打电话给大嫂了，在大嫂这里告她的状。她打了我，不应该请我吃饭当做赔礼道歉吗？她向你道歉了，也帮你用冰块敷脸消肿。海童似笑非笑地瞅着他看，总觉得战维和蓝若若像一对冤家。大嫂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和蓝若若是死对头，她死我活的那种敌对关系。你也不要对她有好感，你对她有好感，我心慌慌的。其他哥哥们恋爱时，他们的对象跟大嫂认识了，都会和大嫂来往密切，成为朋友。战维就心慌慌的担心大嫂会撮合他和蓝若若。大嫂这次过来可是带着催婚的使命的，怕是在大嫂的眼里，只要是个女的都与她般配吧。你心慌慌啥呀？大嫂就是觉得蓝小姐不错，跟她聊得来而已，贝贝对她都有好感。在她打了你一巴掌的情况下，贝贝还要她抱。老七，你老大不小了，都31岁了，今年又过去了半年，还有半年又是1年结束，你就32岁，你再不结婚，二婶愁的头发都白了。战维立即起身，顺带的抱起了小侄女，然后牵住侄儿的手，对海童说道：大嫂，你打个电话给我大哥吧，我带2个孩子出去玩。不想听大嫂催婚的话，你就逃避吧，我催不了你，你大哥能催你。哪一天你大哥亲自过来，他可不像我这么温和。你大哥若是催不动你，奶奶亲自飞过来，你就知道惨。战维无奈的道：大嫂，真不是我不想结婚，也要遇到能让我满意的才行呀，咱们家娶媳妇的标准很高的。大嫂赶紧给我大哥打电话吧，免得他惦记我带2个孩子出去玩。说着，战维赶紧带着2个孩子出去。海童叹口气，目送着老七带孩子出屋，他敛回视线，掏出手机打电话，不是打给战印，而是先打给老太太。老太太好一会儿才接听他的电话，老人家现在听力没那么好了，他都没有听到手机铃声响，还是身边人提醒他老人家，他才知道自己的手机响了，赶紧戴上老花眼镜，再戴上助听器，才接听海童的来电。奶奶，海童甜甜的叫了一声奶奶，老太太就在电话里笑了，问他到了阳城吧。奶奶，我们早就到了，先找到了老七，老七带我们去吃了点心，又带我们回到他在这边的家，我现在才能闲下来打电话给奶奶。奶奶在做什么？海童听到旁边有人在说话，问了句。没做什么，就是邀请几位老人家过来陪我聊聊天，散散步。以往陪老太太聊天的那些老人家也走得差不多了，还有1-2个还活着的，身体状况还不如老太太呢。老太太年纪比他们都大，但他们是普通人出身，年轻时吃过不少的苦，落下不少病根，老了总受病痛折磨，状况就不好。他们身体状况不好了，老太太就算再无聊，也不好再叫他们上来陪自己。有时候是老太太让管家开车送她到山脚下，看望那些跟她聊天聊了10几20年的老人家。在战家工作的工人，只要他们带着年迈的父母过来的，战家都会给他们安排一套房的住处，让他们能够一家老小住在一起。然后老人家生病看病，战家都会安排医疗团队帮他们免费治病检查身体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活得好好的，让老太太无聊时下山有人能陪着她聊聊天。虽说老太太儿孙满堂，儿子辈也能陪着她，但她总觉得儿子儿媳跟她聊得不到块儿去，还是喜欢跟上了80岁的老人家聊天。
同龄人就有聊不完的话题，哪怕一个话题反复提及，他们都能聊上好几天。奶奶在山庄里散步的话，要让阿姨们陪同。海童叮嘱，那些陪奶奶聊天的老人家，身体还不如奶奶好呢。他挺担心的，没有佣人阿姨陪同，都不放心。知道了，他们都陪着的几个小家伙也跟随，正在不远处玩闹呢。你们还没有给我生曾孙的时候，奶奶盼着能抱曾孙，有了曾孙，一下子就7、8个的，又吵得脑壳痛。老太太抱怨着曾孙子吵吵闹闹的，旁边的几个老人家却笑着。老夫人就是喜欢热闹，老夫人是有福之人，我们若是有7、8个曾孙在跟前吵闹，做梦都在笑。老太太也是嘴上抱怨，实则喜欢得很，还经常打电话叫苏南送他家的老二过来。还有苏少主的孩子，苏少主的儿子才2岁多一点，还没有上幼儿园，好动得很。知道老太太喜欢热闹，苏腾经常将儿子送过来。跟着过来的还有退休的苏家主夫妻俩。如今苏腾已经成为苏家主了，不再是苏少主。游游山庄，每天都能听到小孩子的嬉闹欢笑声。战家曾孙辈有了7位小少爷，平时有3个上了幼儿园，但现在是放暑假，全都在家里，孩子多了，再好的兄弟也会打打架，吵嘴的。老太太呵呵地笑，她问海童：“老七好吗？”那小子就是过年回来了一趟，年后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你问问那小子是不是忘了我这个奶奶？奶奶，老七很忙，他哪敢忘了奶奶呀？见面就问起奶奶好不好。老七现在带孩子们出去玩了，等会儿就叫他打电话给奶奶。老太太哼哼2声，这还差不多。贝贝肯跟他七叔呀，这都半年没见了，还记得他七叔，时不时就视频一次，还是记得的。小丫头的记性还挺好的。老太太说道：“哎，贝贝出去玩了，我要一段时间见不到他，可想死我了。你们出门后，我就开始想了我的心肝宝贝啊，恨不得成为他的大腿挂件，他去哪里，我就在哪里。”海童笑：“奶奶，我们也就待上10天半个月就回去，很快的。老太太要不是年纪大了，肯定会跟着他出门的。他们也是越来越看老老太太，自从君家老太太走后，战家上下对老太太那真的是当成老祖宗老佛爷了。事事顺着哦，就是不能出远门，想出门一趟必有孙子陪同。是孙子，不是儿子，他老人家的儿子们也是迈入了老人行列的。战印他们不放心让父母辈照顾老祖宗的。君家老太太有程玲玲这个神医把关健康呢，到了那一天，再好的医术也无法跟阎罗王抢人。他老人家是在睡梦中离世的，走得很安详，没有什么大病。用程玲玲的话说，老太太就是老死的。虽说君老太太走的时候属于高龄了，君家上下还是很难过。他们原本以为他们家的老祖宗能像费老先生那样活1个世纪呢，所以战家上下现在很紧张老太太。以前战印他们周末都很少休息，也很少回山庄。如今每个周末，他们都推掉所有友人的邀约以及一些其他活动，驱车回山庄陪奶奶。陪1天就是赚到1天，不要等失去了才来后悔陪伴老人家的时间少了。1个小时看不到贝贝，奶奶都觉得时间很长了，更不要说10天半月。哎，是奶奶老了，不中用了，不能跟着你们跑那么远。奶奶你好着呢，奶奶跟你说，老七在这边有个死对头，女的，年纪比他小了2岁，蓝氏集团的千金，叫蓝若若的姑娘。海童换了一个话题，不喜欢听老太太说老了不中用的话。在他的心里，老太太永远年轻，他最敬重的老人家。知道老太太现在就操心着老七老八的婚事，他主动说起战维的事。2个人针锋相对了几年，彼此很了解。我一到了阳城，就遇到了蓝小姐，冷眼旁观了她和老七斗嘴，我觉得这2个人有戏。老太太果然来了兴致。海童会带着2个孩子去阳城旅游，本就是老太太提议的，
让海童顺便催老七结婚。老七现在31岁了，还单着。老太太自责得很，觉得是自己不中用了，未能提前帮老七和老八相好媳妇儿，觉得对不起老七，导致老七31岁还是光棍一条。9个孙子最难缠的战印，在30岁时都被他催进了结婚礼堂呢。老八今年也有29了，他比老七小2岁，就连最小的老九都有25虚岁。有时候老太太都会念叨一下老九，让老九遇到喜欢的就追求，可以恋爱2年再结婚。老六和欧阳雅结婚的时候27岁，算是兄弟中结婚年纪最轻的那个了。老九说7哥和8个都没有结婚，他急什么？也没有遇到能让他愿意结束单身的女孩子。不着急，反正他还不足25周岁，年轻得很。战家的少爷又不愁娶不到老婆，只要他们想娶，多的是女孩子排着队想嫁他们。看得准吗？老七对蓝若若有点意思的，老太太一下子就记住了蓝若若的名字。这个姑娘有可能成为他的妻孙媳妇，他老人家当然一下子就记住了名字。姓蓝的跟你表嫂同姓呢，若若这个名字真好听。人长得怎么样？当然最重要是品性。老太太是没有精力再为3个未婚孙子相看，但她给孙子们定的娶妻标准从来没有变过。人品第一，容貌反而不是很重要。当然了，女孩子要是各方面都很好，就更好了。相信由她培养长大的孙子，看人的眼光跟她是一样的，给她娶回来的孙媳妇不会差到哪里去。能让老七心动的，能差到哪里去？老七都说她人品不差，说可能她最差的一面就给了她。2个人斗得死去活来的，谁也不服谁，也不让谁斗得可精彩了。我看着他俩斗嘴，看得津津有味的。贝贝第一次见他，主动要他抱，他当时和老七闹得很厉害呢，贝贝都要他抱，我想他差不到哪里去。反正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不错，他在他家的公司里担任副总裁一职，说明是个精明能干的女强人，容颜算得上出众，反正跟老七很般配。我再了解了解，到时候回家了再细细说给奶奶听。我觉得他俩要是成为一对儿，绝对热闹。想到战家男人一旦动了真心，就特别宠妻。战维现在和蓝若若斗鸡眼似的，若是真在一起了，他又会宠蓝若若上天的。海童便补上一句，以后老七估计会被他吃得死死的。不过目前2人都没有察觉，也就是八字还没有一撇，下半年看看吧。老七有点察觉到的了，我想看看他怎么捅破那层纸。海童都想带着一双儿女留在阳城这边过一个暑假，那样就能看战维的好戏了。当然只能想一想，10天后他就要带孩子回去了。一来是他也有自己的生意要打理，婆婆已经开始将战家后宅的事情交给他，他不仅要打理自己的生意，还要管着战家的一些事情以及各种小生意。战家有不少房子收租的，这属于当家太太的活儿。海童没有时间亲自去收租，但他得对账呀，忙得团团转。还有就是战印不会同意他在阳城逗留那么长时间，战印叫他过来玩1个星期就回去，他觉得1个星期太赶了，磨着老公好说歹说才让他同意他待上10天。战印说的他出门旅游了，他要帮他打理一下生意上的事，这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他要独守空房。对于一个爱妻如命的男人，老婆转过身让他看不到了，他都忍受不了。老婆离家10天，他想得紧，还说儿子会趁机抢了他的宠，让海童哭笑不得，亲生儿子的醋都吃。战印平时是跟儿子争宠，其实他也很疼爱儿子的，不过他对儿子的管教相对要严厉些，对女儿就是宠宠宠，说女儿是他们战家几代人才盼来的宝贝，除了宠宠宠还是宠宠宠。他说儿子要管好，以后就算不接管家族事业，有能力也能成为妹妹的依靠，能罩住妹妹。听你说的，奶奶就心痒痒了，
真想亲自过去看戏。老太太心痒痒地道：“你有空就约兰小姐出来吃饭、逛街，好好相处相处，考察一下她的人品，抓住机会给老七创造机会。”海童笑道：“奶奶，我会的。”兰小姐很热情，说可以免费给我们当导游呢，带我们到处玩，吃阳城的特色美食，还说老七对阳城的熟悉度不如他。我不好麻烦他，不过互留了联系电话的。闲时我就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。海童又将战维和兰若若发生过的事告诉了老太太。老太太笑道：“老七挨了一巴掌，倒是找到了借口赖上人家了。这兰家丫头呀，心眼儿没有老七多呢。老七对她绝对有意思，没意思的话，她不会这样赖上人家，而且也不会高高拿起，轻轻放下。真正的死对头，恨不得对方死的，再被对方打了一巴掌，早就报警处理了，恨不得让对方进去蹲上几年呢。兰若若也有意思，看到老七身边有个女的，就逮着机会演戏。从侧面可以说明兰若若是介意老七身边有女人的，两个人可能在针锋相对了几年，斗出了感情，只是两个人都还没有察觉到。这戏是真的精彩。老太太遗憾自己年纪大了，想出远门，儿孙都不同意，她也没有精力像以前那样偷偷的溜出门，坐飞机到处飞。哎，人老了，不服老也不行呀。身体各大机能都在下滑，一年年不同了。